小奶团刚刚诞生，就被整日忙碌的冥王爹爹残忍地扔到人间，恰巧落在了孤儿院院长怀里。由于身体结构的因素，小奶团白天酣然大睡，夜晚却欢蹦乱跳。好在他拥有不死之身，磕磕绊绊长到了3岁半，奈何人间却始终没有人愿意接走领养他。直到这一天天亮后，宋院长说这孩子是你们孤儿院的孤儿，那么请问他为什么会凌晨4点多出现在我霍家庄园里？霍先生，明安妮是1周前被送到我们孤儿院的，但这孩子昼夜颠倒，白天睡觉，晚上活动。您看我这黑眼圈，就是他来的这几天熬出来的。看着一言不发的霍思轩，宋院长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说下去。霍先生，昨天晚上大暴雨，安妮不见了，我和孤儿院工作人员找了大半夜，但这已经不是安妮第一次失踪了。哦，比如呢？到孤儿院的第一晚，我们就发现她不见了，大半夜在距离孤儿院300米的一棵小槐树下找到的。第二天晚上又不见了，在孤儿院后院的废弃水桶里找到的。一连4个晚上，我们轮流守着她，好歹算是看住了。所以昨天是第7天晚上，你们没看住，她第3次失踪了，而且还是自己一个人跑到我这相隔100多公里的庄园来。重点是她才3岁半。这虽然是挺玄乎的，但是似乎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啊。霍思轩的语气依旧冰冷，但看向睡得香甜的小奶团，心里却不禁泛起一丝心疼来。到底是什么原因才让你这小家伙儿一直往外跑呢？如果我将你留在身边，你会安心吗？宋院长，那以后这孩子就跟我住。霍先生，您的意思是收养这个孩子吗？是。霍家虽然是龙国第1大家族，绝对不差钱，但霍思轩却已经有3个儿子了，而且远近闻名的黑脸严父，难道他也被软萌的小奶包吸引了吗？这件事情还得问问小奶团的意见，您说是不？霍思轩将小奶团抱到了客厅，一脸温柔地轻轻拍了拍他。安妮，小安妮，醒醒。院长爷爷，安妮啊，以后你和霍爸爸一起住好吗？霍爸爸是谁？我有爸爸的，我爸爸住在地府呢。哎呀，不对，爸爸就是让我来人间找人类奶爸来养我的，谁叫爸爸太忙了呢？忙得脚不沾地。明安妮的视线从院长爷爷身上转到了霍思轩身上，心里突然有些疑惑。这个人类奶爸本来瞧着是天命富贵，为嘛现在竟有英年早逝的征兆呢？而且极有可能就在这2天出事。是你要当安妮人间的爸爸吗？人间？对呀，人间，安妮的亲爸爸在地府住着呢。原来这小丫头的生父已经离世了。看着一脸懵懂还不知何为生死离别的小奶团，霍思轩不由心疼起来，一把将他抱起，轻轻在他的额头亲了一下。我来当小安妮人间的爸爸。太好了，安妮在人间有奶爸了，安妮可以让原本的爸爸到时候晚点再来接安妮。对了，爸爸，我姓明，叫明安妮，不可以改名字哟。小奶团还不知道亲人在地府的真正意义，总以为他亲生爸爸还回来接他。好，不改名字，就叫明安妮，等100年之后再让安妮原来的爸爸来接安妮，好不好？100年，在我们冥界，明宝宝可是要500年才能成年呢。不，爸爸，地府的爸爸要500年后才来接安妮呢，不然太早了，安妮还没长大，安妮没长大依然什么都帮不上爸爸。闻言，霍思轩和宋院长都被小奶团的童言无忌逗笑了，然而欢笑之后又是满满的心疼。这该是一个多懂事的小奶团啊！罗管家和宋院长去一趟孤儿院办理收养手续。是，先生。正当霍思轩准备带新出炉的宝贝女儿参观一下庄园时，妻子张雪电话打了进来。安妮，爸爸要出去一趟，安妮先在家里玩着好吗？这个人间的奶爸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，不行，我好不容易找到的奶爸绝不能就这么去地府报到。爸爸，安妮要跟爸爸在一起，爸爸去哪里，安妮就要去哪里。好，那跟爸爸一起走。车上，明安妮窝在人间奶爸怀里，用自己的气息将奶爸层层包裹，这样即便他睡着了，奶爸也不会出事。安妮困了吗？睡吧，爸爸抱着睡。安妮睡着了，爸爸也会一直抱着安妮吗？呵呵，会的。1个小时后，车子在住院部楼下停下。霍思轩抱着小奶团来到了张雪所在的病房。老公，你来啦？咦，他是谁？我刚收养的女儿。你刚收养的女儿，为什么这么突然？看到小安妮的第一眼，我就很喜欢。你之前不是也说过，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女儿的吗？难道你又忘了？哈哈，可能车祸让我记忆还没有全部恢复吧。老公，我可以抱抱她吗？张雪接过小安妮的瞬间，视线不经意地从霍思轩右边耳后扫过。
哈，霍思轩，你现在对我冷淡没关系，等这条黑线绕成一个圆圈，你就会彻底爱上我，而且你永远都不会知道，我并不是真正的张雪。其实他叫张冰，是与张雪长着同样一张脸的双胞胎妹妹。3个月前，他和姐姐去看画展时遭遇车祸，姐姐张雪当场死了，他便和父母联手将2人的身份做了调换，并找了大师给霍思轩吃的东西里面做了手脚，也就是这个黑线。我一定会和霍思轩有自己的孩子的，至于这个养女，哼，既然霍思轩喜欢，那就先暂时留着，当个玩意儿吧。此刻，明安妮察觉到一丝不善的气息，本能的忽然睁开了眼睛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老公，刚才他忽然睁开眼睛，看起来好吓人啊。他哪有睁眼？安妮明明睡得特别沉。不可能，我绝不会看错的。好吧，可能是刚才眼花了。老公，让我再抱会儿安妮吧。你身体虚弱，好好休息吧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自从那场车祸后，霍思轩总觉得妻子的变化有些大，让他下意识的想要远离。老公，老公，霍思轩，如果早知道你会成为霍家的掌权人，这门婚事绝不会轮到我姐姐。好在如今姐姐已经死了，我会代替她成为真正的霍夫人。阴森戾气随着张冰的恶念越发浓郁，这种在人间让人恐惧的气息，却是明安妮最喜欢的口粮。小馋猫，做梦都在吃好吃的吗？爸爸，明安妮看向走廊的尽头，黑漆漆的一片，甚至还有几个黑影从远处飘来。奶爸的身体机能明显在下降呀。诶，这个是什么东东？爸爸，你洗澡澡了吗？昨天晚上洗过，怎么了？可是爸爸，你耳朵后面有圈黑乎乎的东西，我帮爸爸抠下来行吗？好，谢谢小安妮。不用谢，是爸爸现在在人间养安妮的，作为报答，安妮也要保护爸爸。说完，安妮手指轻轻一抠，将陷入血肉之中的黑线抠了出来。霍思轩只觉耳后一痒，顿时沉重的身体变得畅快不少。与此同时，病房内传来张冰凄惨的叫声。不行，张雪发病的时候可能会吓到小安妮，安妮在外面等着爸爸好不好？好的，爸爸放心，安妮一定不会乱跑的。安妮看着走廊里黑漆漆的煞气，突然灵机一动，趁着奶爸不在，她张开小嘴，嗷呜嗷呜狂吞一气。不过眨眼的功夫，走廊里就被她吞噬得干干净净。站住别动，有危险！小奶团出到楼间找寻奶爸，竟一眼拆穿奶爸身旁的妻子并非原配，而是被有着相同面容的双胞胎妹妹，恶意顶替。你站着别动，有危险！不好，正常人但凡碰到一点阴气，都会出现不适，轻则大病一场，重则丢了性命，更何况是这么大点的小奶团了。告诉大哥哥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大哥哥，安妮闻着你手上串串的味道，就想打喷嚏。那我把它拿走，这样呢？虽然味道还在，但是没有那么重了，谢谢的。大哥哥叫百蛋须，你那小奶团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蛋须哥哥，安妮姓名，冥王的冥，安妮的安妮。好家伙，说了等于没说。那安妮是和爸爸一起来的吗？是呀，不过爸爸在那个病房里，病房里刚才有人在尖叫。博蛋须顺着安妮指的方向看去，恰巧看到院长带着几个医生护士急匆匆地进入了那个病房。小安妮，是不是你爸爸那边出事了？不会的，有安妮在，爸爸肯定会长命百岁，寿终正寝的。这小奶团想的可真远啊！我爸爸让我在外面等他。蛋须哥哥，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呀？就在此时，霍思轩从病房里走了出来。小安妮看到人间奶爸，高兴地迈着小腿，吭哧吭哧地跑到奶爸的身边。爸爸，蛋须，你也在？霍叔叔好。爸爸，你和蛋须哥哥认识呀？安妮，你说的爸爸就是霍叔叔吗？对呀，爸爸是安妮在人间的爸爸，安妮自己的爸爸在地府呢。地府？这是我女儿，叫明安妮，刚办理的领养手续。原来小奶团的父亲已经不在了呀。蛋须，你是陪百伯伯来的？是的，陪爷爷过来医院做个体检，一切健康。那就好。霍叔叔，我听爷爷说，张阿姨自从3个月前出车祸后，就一直没露面，我能去看看张阿姨吗？可以。爸爸，安妮能和蛋须哥哥一起进去看看吗？好，爸爸陪安妮一起进去看看。病房里，张雪面容憔悴，脸色苍白。小安妮在看到女人的瞬间，隐约地察觉到了一丝阴气。爸爸，这是谁啦？安妮，这是爸爸的妻子，也是你的妈妈。原来这个孽根深重的女人是人间奶爸的妻子呀，身上好像还背负着人命。爸爸，你这么好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妻子？这样的妻子是哪样？
难道妻子真的出了什么问题？这3个月以来，我注意到的那些细微变化，难道并不是我的臆想吗？然而就在此时，一旁默不作声的百旦须不动声色地动了阴阳眼。当看到张阿姨身上环绕的阴气时，眉头皱紧。霍叔叔，张阿姨最近有没有什么和平时不一样的地方？确实有一些，不过都是很小的事情，比如以前爱喝牛奶，现在非燕窝不喝。还有吗？比如行为爱好方面？有，她以前喜欢画画看画展，但现在一眼都不看。她爸妈说是因为3个月前，她和妹妹小冰一起在看画展的途中出了车祸，导致小冰离世，所以才连画也戒了的。霞妮，怎么了？爸爸，房间里有味道，和旦须哥哥串船上的味道一样。安妮闻着就控制不住的想打喷嚏。闻言，百旦须的视线快速扫过房间的边边角角，果然在不远处的角落里看到了一点点灰烬。这是什么？霍叔叔，这是香灰。哦，安妮的小姨出了车祸，当场人没了。你张阿姨和她感情好，所以经常在房间里给她祈福。感情很好？不对，这事情绝对有问题。旦须，你仔细看看，安妮可能对香灰过敏，我先带她出去。好的，霍叔叔。爸爸，你们有宝宝吗？安妮，你还有3个亲哥哥。哎，亲哥哥，可是爸爸，里面的那个阿姨因为孽根甚重，注定命中无子啊。你说她命中无子？对呀，安妮肯定不会看错的。百家有着常人没有的特殊能力，就像是百旦须的阴阳眼，难道小奶团他也有？霍思轩惊疑不定，抱着小奶团去了隔壁的休息室。霞妮，能告诉爸爸你刚才进去看到了什么吗？冥王爸爸说过，在人间生活不要吓到人类，那我该怎么表达好呢？爸爸，安妮看到那个阿姨背负人命，爸爸周身轻症，和那个阿姨应该不是一家人。哇哦，我可太有才了！难不成安妮和百旦须一样，都有一双阴阳眼吗？霍思轩不由得回想起小安妮出现在自己庄园百年大槐树下的情景。安妮，你是怎么从孤儿院到爸爸的家里来的？安妮是从电视上看到爸爸庄园里有棵超级大的大槐树，安妮最喜欢槐树了，就趁院长爷爷他们睡着了，自己坐地铁找过来的。真是个胆大的小奶团，你就这么喜欢槐树啊？没有冥界居民不喜欢槐树的，如果有，那肯定不是正宗的冥界居民。安妮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除了爸爸和旦须哥哥之外，别人都不能说，知道吗？安妮知道啦。霍思轩摸了摸小奶团的脑壳，余光看向墙壁，想着墙壁另一侧躺在病床上的妻子。不，她应该不是我的妻子张雪，而是与我妻子长着同一张脸的双胞胎妹妹，我的小姨子张冰。想到这里，霍思轩不禁双眼含泪，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自己的妻子原来早已离开了他3个多月。霍思轩暗淡的垂下眸子，抱着安妮走出了休息室，正好撞见了刚从病房里出来的百旦须。霍叔叔，张阿姨确实有点问题。2个小时后，3人站在刻有张冰名字的墓碑前，百旦须的指尖轻轻划过额头，向来沉稳的他差点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个趔趄。旦须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没什么事，就是围观的群众有些多，我也是第一次遇到，让霍叔叔见笑了。霍思轩环顾四周，并没发现任何异样。可是现在不是白天吗？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但他们能出来的似乎都出来了，而且什么？而且他们都盯着霍叔叔你怀里的小奶团看呢。此话一出，霍思轩面色大变，眸光骤然凌厉，跟着气场全开。爹，你们看啊，那个是安妮吧？哎呦喂，可不是嘛！黑大哥说咱们大老板忙得连带女儿的时间都没有，所以直接把女儿送去人间找奶爸了。没想到居然是真的。瞧那水眼朦胧的可爱样，好像吧唧一口呀！你可冷静点，没看到他旁边有个能沟通阴阳的百家人吗？要是吓着了百家人，恐怕人家先祖会断了你的投胎路呢。太阳好大呀，晒得我头晕脑胀，我要回盒子里睡觉去了。倚在霍思轩怀里的小安妮隐约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，因为她是名宝宝，白天太困了，实在是没精力打招呼。霍叔叔，我转了一圈，没有发现张阿姨。那我们回去说，今天辛苦你了。没关系的，张阿姨以前对我很好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小安妮也很可爱，我也很喜欢小安妮。可是小安妮她也有阴阳眼啊，因为她和你一样，也看到了病房里的异样。霍叔叔，小安妮还太小，经常看到那些东西对她心理影响太大，不如等我回去，让爷爷想办法先封住她的阴阳眼，如何？即便你不说，我也准备等会儿和你去一趟百家，找百伯伯帮忙。霍思轩没有直接去伯家，而是先带2个孩子去了一家高档餐厅吃饭。霞妮，对不起，爸爸白天忘记带你吃饭了。
爸爸没关系的，安妮一般白天睡觉，晚上才开始吃饭，安妮白天不饿的。主要是刚才在坏女人的病房外，我都已经炫饱了。小安妮，你要白天玩，晚上睡觉，不然会长不高哦。哎呀，那安妮以后白天玩，晚上睡，安妮不要变成小矮子，安妮要长得高高的，就像安妮要长爸爸这么高。小安妮的一席话把霍思轩逗得哈哈大笑，一旁的百旦须甚至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天啊，霍叔叔竟然会笑，这要是明锦、明觉和明晨仨兄弟看到，估计会怀疑这人是不是他们亲爹吧。从冥府来到人间的小安妮，终于得偿所愿见到了人间的三哥哥。为表诚意，他承诺会帮三哥哥养老送终，没想到这句话却让对方误以为自己是个智商不高的小傻瓜。小安妮以此为戒，在见到二哥哥的时候，不敢乱承诺的他，勇猛地朝二哥哥的脸上亲了一口，没成想竟又招来了二哥哥的满腔怒火。哎呀，怎么又不高兴了嘞？人间的哥哥们可太难搞了呀！思轩来了，快坐。百伯伯，这是我女儿，叫明安妮。你女儿姓名？是的，百伯伯，这个姓有什么问题吗？不是姓氏有什么问题，而是很多年不曾听到这个姓，一时有些惊讶罢了。百家一直以来都有沟通阴阳的能力，然而最让白老爷子惊讶的，却是无法看透眼前的小奶团，不仅看不透，甚至还让他隐隐产生一丝畏惧感。爷爷，霍叔叔说安妮能看到那些东西。什么？这个小奶团他也能看到？是的，安妮来，让百爷爷仔细看看你。好的呀。小奶团声音软嫩嫩的，白老爷子心下欢喜，手指轻轻落在小奶团的眉心，正准备通过天眼看看这小家伙什么情况的时候，突然一股渗人的力气反噬，从小奶团的眉心窜出。百爷爷，安妮的爸爸曾经说过，不能碰安妮的额头哟，会很痛的。百伯伯，您怎么样了？白老爷子神色不定，原本疼痛男人的手，在被小奶团握住的时候，瞬间痛感全无。这个小家伙的阴阳眼居然这么凶悍，原本还打算收小奶团为徒呢。这么强的力量，我拜他为师还差不多。旦须，你带安妮去玩玩，爷爷和你霍叔叔有话要说。好的，爷爷。爸爸，安妮能和旦须哥哥去玩吗？当然可以，等爸爸和你百爷爷谈完事，马上去接你。旦须哥哥，我们去哪里玩呀？安妮要不要去旦须哥哥住的地方看看呢？好的呀。白老爷子带着霍思轩进了书房，刚一坐下，白老爷子的神情便凝重了起来。百伯伯，是安妮有什么问题吗？思轩啊，这孩子你从哪里遇到的？在我家庄园后山的大槐树下，是华恩孤儿院的孤儿，我已经正式收养他了。各位，大槐树下做过体检吗？暂时还没有。百伯伯，有话您可以直说。思轩呐，不瞒你说，这孩子我虽然看不透，但刚才那瞬间的触碰告诉我，这孩子命中早夭，按理来说现在不该还活着的。什么？您是说早夭？是的，他体内有禁止，非常霸道狠辣，我这样的修道之人根本不能强行触碰。霍思轩沉默了几秒钟，在出声时声音却非常果决。无论如何，小安妮现在是我女儿，既然是我女儿，我就绝不会允许她早夭。可安妮的阴阳眼我爱莫能助，等我家老太爷出关后请她来看吧。至于安妮那边，就只能你先多留心些了。我知道了，谢谢百伯伯。回家的路上，小安妮困得哈欠连天，最近倒时差，一时半会儿她还适应不了。爸爸，你的心情不好吗？你是怎么了呀？小安妮，爸爸一定会让你平安长大，长命百岁的。爸爸，你放心，安妮也会让爸爸长命百岁的。还有3个哥哥，安妮也会保护他们，让他们长命百岁的。到了霍家后，还不等小奶团跑下车，便看到一个小男孩迫不及待地拉开了车门。小不点儿，你是谁呀？霍明晨，这是你妹妹小安妮，安妮，他是你三哥，叫霍明晨。妹妹，爸爸，你是不是想闺女想疯了啊？这是抱了谁家闺女回来，还叫安妮，我当是某个皮肤呢。你是安妮的小哥哥对不对？小哥哥好，我是明安妮，今年3岁半了。看着小安妮奶萌萌的样子，霍明晨有被可爱到，但依旧坚持着自己的小骄傲，一副抹不开面子的模样。才3岁半啊，好小啊你。确实小了点儿，不过小哥哥放心，安妮虽然小，但保护爸爸和小哥哥你们是绝对没有问题的，还能给你们养老送终哦。养老送终？是呀是呀。你给我吗？对呀对呀，如果小哥哥愿意，小哥哥将来的子孙后代，安妮都可以帮忙养老送终哦。爸爸，你该不会是抱了个傻子回来吧？霍明晨，
安妮是你妹妹，有你这么说自己妹妹的吗？可是爸爸，他说要给我还有我的子孙后代养老送终，他说我坏话。没有啊，小哥哥，安妮说的是实话，安妮一言九鼎，说到做到的。爸，你看他还说。安妮乖，别理你小哥哥，等会儿爸爸带你进去见见你二哥哥，好吗？爸爸，你变心了。二哥，你快下来看看呀，咱爸好像魔怔了。小哥哥，咱爸爸没有魔怔，咱爸爸好着嘞。霍明晨正要返回到家中喊二哥撑腰，没想到小奶团的速度更快，不过刚跑进家门，便一头猛地撞到了一个人。你就是小安妮，我们家的新成员吗？这个大哥哥的身上有和奶爸身上一样的味道呢。哥哥好，我叫明安妮，今年3岁半了。二哥，你快别抱他，他脑子有问题。刚才还说要给我和我的子孙后代养老送终呢。三哥哥，安妮真的说的都是实话，安妮脑子好着呢，没有问题。倒是抱着我的这个二哥哥，他的身上却有些不寻常，我似乎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。不过，嘿嘿，管他呢，先打上我安妮的标签再说，看那些牛马谁还敢对我的人动手，我可是会发飙的。然而这一幕恰巧被刚进来的霍思轩看到，瞬间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完了，老二有非常严重的洁癖，而且性格看似温柔，实则是我这3个儿子里最不好相处的。我还没来得及跟小安妮说呢。二哥哥，安妮喜欢你。二哥，小安妮还小，你别和她一个小奶团一般计较。咦，奇怪，二哥哥的头顶怎么会出现极浅极浅的黑雾呢？二哥哥，你最近是不是撞到飘了呀？小安妮，你再胡说，我可就救不了你了。二哥不仅有洁癖，还对飘神之说嗤之以鼻。当听到小安妮的话后，默不作声的霍思轩双眸却沉了下去。小安妮有阴阳眼，一定是从明觉身上看到了什么。明觉，回答你妹妹的问题。呵，妹妹，她算个什么东西？闻言，霍思轩面色通红，刚要发作，就听到小奶团软萌的声音：二哥哥，安妮不是东西，安妮是安妮了。小安妮软嫩的手指轻轻贴在二哥霍明觉的眉心，霍明觉只觉得浑身轻松的不可思议，眼底的戾气与恨意也跟着消失的无影无踪。安妮，二哥哥，你最近去了什么地方吗？是舅舅给二哥打电话，让他去了一趟郊区别墅，那边都废弃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让二哥跑一趟。又是张家。霍思轩眯着眼，心中隐隐察觉到危险的气息。碍于3个儿子和张家那边关系还不错，光有猜测的他还不想着急下定论。郊区废弃的别墅是吗？等晚上爸爸和哥哥们都睡着了，我要去看看。爸爸，没事的，安妮会保护你们的。明觉，小安妮，对不起，刚才是二哥哥不对。不关二哥哥的事，是有坏东西干扰到了二哥哥。坏东西？行了，小安妮刚回来，我先带她上楼去看看她的房间。爸，不如我和明晨带安妮上去吧。不用，我带她上去。看着温柔的抱着小奶团的父亲，3哥霍明晨不敢置信的瞪大了眼睛。二哥，你说咱爸是不是真的魔怔了啊？抱着个小奶团，喜欢的跟到了什么绝世宝贝似的。他又不是没孩子，还一连串撒呢。确实有些变化，但这样挺好的，不是吗？哪里好了？我一点没觉得。多了一些人情味儿啊。好像也对，不过二哥，你就这么认下这个妹妹了，咱们不反抗了吗？我什么时候说不喜欢这个妹妹了？你难道不是听说咱爸收养了个小女孩，才特地逃课跑回来的吗？今天虽然是周末，但我知道你们学校这周不放假。我现在改主意了，我喜欢小安妮。喜欢她唬你一脸口水，喜欢她说你撞飘了吗？3岁半的小奶团，还是个软乎乎香喷喷的小妹妹，我们当哥哥的要大度包容些，懂吗？大舅舅家的小圆圆也才3岁半，你每次去还不是避之而不及。表妹能和自家妹妹比吗？你脑子呢？哎，二哥，你干嘛去？回来的突然，现在去给小安妮准备神秘的见面礼。天呐，连有严重洁癖的二哥也变心了吗？哎，等等我也去。小安妮智勇双全，危急时刻挥动小肉拳，救了二哥明觉一命。与此同时，小安妮人间妈妈诡秘举止的背后真相也终于浮出了水面。罗管家，晚上注意锁好庄园大门，还有后山那边的角门。安妮小姐黑白颠倒，在我忙完之前，安排佣人晚上照顾好她。好的，先生。2少爷和3少爷呢？出去了，说是给小姐买见面礼。霍思轩回想起二儿子明觉之前的反常行为，随后拨通了助理江林的电话。暗中查3个月前太太车祸一事，
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，注意一定要避开张家人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爸爸，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小安妮怎么来了？安妮想爸爸了。爸爸也想安妮。其实小安妮是担心晚上不干净的东西太活跃，她要守着奶爸才安心。听着小奶团软嫩嫩的声音，霍思轩的内心深处一阵柔软。女儿就是不一样，就该娇宠。霍思轩抱着小奶团，打开了一本厚厚的相册。爸爸，这上面的阿姨看起来好温柔呀，这是妈妈吗？对，这是安妮的妈妈。那妈妈她人呢？妈妈和小安妮的亲生爸爸一样，去地府了。小安妮愣了下，回忆起在冥府时因为自己的出生，母亲魂飞魄散的样子，心里不由得有些难受。爸爸，人间的妈妈是不是因为安妮的到来才消失的呀？和小安妮没有关系，是爸爸没有保护好她。爸爸，你已经很棒了。地府的爸爸跟安妮说过，生死有命，做人都有到地府的一天。妈妈这么温柔，一定不会怪爸爸的。霍思轩垂下双眸，看着怀里软乎乎的小奶团，空落落的心一点点稳了下来。小安妮说的对，人都会离开，不过早或者晚。至于妻子的死，我一定会让张家人和那个女人后悔3个月前做的所有事。霍思轩抱着小奶团回到卧室，亲眼看着奶爸回书房工作，小安妮这才偷偷的放下。咦，什么东西缠住了我的脚呀？刹那间，熟悉的音室在卧室里传来，小奶团瞳孔微缩，满眼的惊奇。肯定是个新飘，不然没有哪个飘敢随意抓我的。吃得好饱。小安妮并没有将黑煞全部吃下，而是留了一部分。趁着黑煞逃走的瞬间，小奶团身轻如燕的追了上去。与此同时，张家的别墅里竟突然传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。这台机器为什么忽然出现雪花点？安保，去主楼西边附近看看，监控出现了些问题，庄园大门、小门全部关上，防止小姐跑出去。是。Hello, Moto。我管家，不好了，小姐她不见了。此时，小奶团疾走如风，追着那团黑煞，竟然来到了白天奶爸带他来过的坏阿姨的医院里。小安妮，蛋须哥哥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我白天感觉这里不太对，所以特地打算晚上偷偷来看看情况。小安妮呢？你怎么也来医院了？这里面有东西。霍叔叔呢？他出了什么事吗？爸爸好着呢，要是有事，也是病房里的坏阿姨有事。为什么？因为坏阿姨被反噬了，很快就要倒大霉了。闻言，白旦须手指划过双眸，再抬头看时，只见张斌所在病房外竟然一片阴森森的，显然是要出事了。不好，霍叔叔还在查3个月前张阿姨车祸的事，张斌作为当事人之一，绝对不能就这么出事了。小安妮，咱们悄悄过去看看吧。蛋须哥哥去哪里，安妮就去哪里。两人快步走到病房外，发现房门并没关紧，里面却传来二哥哥明觉不满的说话声。妈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蛋须哥哥，这位是安妮的二哥哥明觉。紧跟着，小奶团二人又听到了三哥明晨带着哭腔的声音。妈，小姨都走了3个月了，我们都理解你们感情好，但是你大晚上想不开，如果不是我们来得及时，你就……明觉、明晨，妈妈不是故意的，妈妈就是一时魔障了。妈，你别抛下我们。刚才用穴位养那东西，差点遭到反噬，如果不是这俩小子来得及时，估计我全身的血都要被那东西吸干了。明觉啊，妈妈有些的了，你能帮妈妈买些吃的回来吗？让你弟明晨留下陪着我，妈妈保证不会再做傻事了。好的，我这就去买。明晨，你一定要守好妈妈。二哥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霍明觉转身离开病房，看见门口站着的小安妮和蛋须时，眼里露出惊讶的目光。你怎么来了？二哥哥，包包。咱爸呢？爸爸在家呢，安妮是自己一个人过来的。此话一出，别说是霍明觉了，就连一旁的百旦须也都愣住了。怎么，你也不知道？我是在大门口碰见的小安妮，以为是司机给她送过来的呢。突然，霍明觉的嘴巴被小奶团捂住。与此同时，病房内传来了重物落地的声音。妈，明晨他怎么了？他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此时，霍明晨倒在地上，后脑勺肿了一个大包，双眼瞪得老大，满脸不敢置信的模样。哈哈，你爸爸也来了吗？他人呢？明觉没有说话，放下小奶团查看弟弟的情况。然而张斌面目狰狞，再次抄起了花瓶，准备狠狠地砸向霍明觉。二哥哥小心，快歪头！哎呦明觉，她不是你妈妈，她是你小姨张冰。你说什么？很快，医生护士将昏迷的张斌和霍明晨推进了急救室。正在四处寻找小奶团的霍思璇，在接到明觉的电话后，也赶去了医院。
咦，爸爸、二哥、安妮、蛋须哥，你们为什么都看着我啊？咱妈呢？那不是我们的妈妈，那是张冰。她是小姨，那咱妈呢？明晨，3个月前出车祸时去世的那个人，不是你小姨，而是你的妈妈。病房里，老三霍明晨嚎啕大哭，小奶团看着哭得撕心裂肺的三哥哥，连忙出声安慰：三哥哥，妈妈是爱我们的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妈妈是最爱我们的。妈妈爱我们，那肯定舍不得我们伤心难过的，对不对？是的。那我们就不能哭呀，我们哭得越难过越伤心，妈妈地下有知，也会更难过更伤心的。安妮说的对，我不哭，我不要妈妈难过。霍明晨努力压制着泪水，一旁的名爵蛋须和奶爸霍思轩都红了眼眶。明晨，小安妮说的对，你要坚强起来，你忘了吗？你妈妈总说你是个顶天立地的小男子汉。我是男子汉，爸爸，以后我再也不淘气了，再也不惹你和妈妈生气了。你让小姨把妈妈还回来，好不好？霍思轩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，哪怕儿子再小，也不该瞒着，该知道的总归还是要知道。所以爸爸，是小姨害死了妈妈，对吗？现在证据不足，他们处理得很干净。那么说，不止小姨一个人害了妈妈吗？还有你们外公外婆和大舅。我知道了。爸爸，我现在就去找外公他们。三哥明晨到底还是小，不如二哥名爵冷静，正要跑下床，就被名爵一把按住了。现在去找他们就是打草惊蛇，难道还能让咱妈活过来吗？闻言，小安妮心中默默算着时间，似乎打着什么小算盘。人间妈妈走了3个多月了，人间奶爸家有的是钱，应该不用排队投胎的。不过我可以私下去问问冥王爸爸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没事，交给爸爸，爸爸会处理的。正在此时，护士推着仍旧昏迷的张斌回来了。霍思轩嘱咐2个儿子照看好小安妮后，一个人去了张斌的病房。小安妮向哥哥们回礼时，竟无意间开启了对方的阴阳眼。带着这份异能，几人勇闯神秘莫测的废弃别墅。小安妮，你看到那些东西后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蛋须哥哥，小安妮很好哟。蛋须，你为什么这么问安妮？因为安妮和蛋须哥哥一样，能看到定居在地府的居民呀。那你能看到咱妈妈吗？安妮看不到了。小安妮，你真的没事吗？要不让蛋须再帮你仔细看看吧。二哥哥，安妮真的没事，安妮好着呢，那些东西是伤不了安妮的。我可是有冥王爸爸撑腰的地府唯一小公主，哪个不长眼的飘敢欺负我呀？小安妮她应该没事，不过以防万一，今天晚上让安妮跟着我一起回伯家住吧。百蛋须是百家这一代里唯一能沟通阴阳的人，别看年纪小，但却是百家内定的下一任家主。好，我和明晨也跟你们一起去。对，妈妈没了，不能再把妹妹也弄丢了。二哥哥，你还记得上次你去过的那个废弃别墅吗？那边肯定有问题，我们等下过去看看吧。现在，明觉感觉已经很晚了，但小奶团却对着他奶声奶气的撒娇。二哥哥，好不好嘛？我们一起去吧，那边真的有问题的。难道你不想知道之前你的情绪为什么突然无法控制的吗？好，我给爸爸发条信息，说我们去蛋须那边住，免得他找不到我们着急。小安妮，那里该不会真的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吧？难道你不怕吗？怕什么？那些坏东西应该害怕我才对呢。哎，年轻真好，果然不知者无畏啊。安妮，到地方之前，二哥先把这个东西送给你。霍明觉从裤兜里拿出一个小盒子，递到了小奶团的手里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二哥送给小安妮的见面礼。对，还有三哥哥的，我也有。给。哇，谢谢二哥哥，谢谢三哥哥。小奶团欢喜地打开盒子，里面竟然分别装着一把钥匙。哎，2个哥哥为什么要给我2把钥匙呢？但不管是什么，我都很喜欢。小安妮，这是蛋须哥哥的见面礼，你收下。一旁的二哥霍明觉看到那块玉佩时，神情一愣，刚想要说些什么，小安妮已经乐呵呵地装进了自己的兜里。谢谢蛋须哥哥，安妮也有礼物送给3位哥哥哟。是什么？安妮送的礼物需要你们闭上眼睛的。好，小安妮你快点儿，三哥哥等着看你的礼物呢。看着3个哥哥闭上了眼睛，小安妮毫不犹豫咬破自己的手指，刹那间，空中漂浮着3滴血液，直接落到了3人的脑门上。血液消失的瞬间，3人能明显感觉到身体异常的轻快。小安妮，你送了三哥哥什么啊？哎呀，安妮地府的爸爸曾经说过，天底下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爱，大爱无疆。谢谢小安妮的礼物。
霍明觉和霍明晨以为小安妮是又送了他们一个亲亲，唯有一旁的百旦须若有所思，因为从刚才小安妮送礼物时起，他的修为就在直线上升，感官比之前更加敏锐，不用开启阴阳眼，便能看到周遭飘荡着的。安妮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那些飘在看到她时会特别恐惧？还有刚刚安妮到底在我身上做了什么？正当几人继续向前走着，身旁的霍明晨突然莫名的尖叫。有病啊！吓我一跳，没见过帅飘啊！大半夜的你鬼叫什么？那个他没有脑壳儿。我看你还没脑子呢。真的，你看啊，二哥。切！我操！我操啊！二人的连环尖叫成功吸引来了更多的飘靠近，而且个个还是零部件不太齐全的模样。不好，我的血虽然能保平安，但也能同时开启正常人的阴阳眼。二哥哥、三哥哥，快心中默想不要看。小安妮，这是我们不想看，他们就能不存在的东西吗？是的，只要闭眼心中默念看不见，再睁开眼就会看不到那些东西了。说话间，四面八方缺零件的飘们看着对于他们来说同样是异类的安妮几人，纷纷议论不休。我的天哪，他们能看到我们？快看看他们下岗了没？下岗的话，趁着还没回魂，我还缺个胳膊，正好给我按上。对，我这个脑壳尺寸和我脖子不太配套，我也得换一个。他们是飘啊！我操！杀！不好，他们不仅没嘎，还知道了我们的身份。我说了，谁敢对孩子下手，弄嘎咱丫的祖宗30漏袋！快跑！快撤！切！哎，我操！你们等等我呀！哎呀，我去，我这腿撞翻了，谁拉我一把？哎呀妈呀！你倒是我看着点跑啊，差点给我波棱杆撞秃噜皮了。三哥哥，他们都走了，你还好吧？三哥哥一点儿都不好，三哥哥都快吓尿了。二哥哥，对不起，安妮不是故意让你们看到那些东西的。和小安妮没关系，是你三哥胆子太小了。是，但二哥你刚才没嗷似的。不过他们长得也太不讲究了，怎么能那个样子就出门呢？确实，二哥哥说的对，他们太不讲究了，这必须得改。回头我得跟冥王爸爸说，以后地府居民出行必须要非常讲究，绝对不能缺胳膊少腿的，吓到人了多不好。四人继续往废弃别墅的方向走，刚回过神来的明晨似乎忽然想到了什么重要的事。小安妮，刚才到底什么情况？为什么我们都能看到那些飘啊？好家伙，我以为这小子早就明白了呢。是因为安妮刚才一不留神，给二哥哥和三哥哥你们开了阴阳眼。啥？阴阳眼？那玩意儿我也能有吗？这也太酷了吧！不过蛋须哥，你们国家的阴阳眼不是可遇不可求的吗？听说都快要断了传承了，你们这一代就只有你一个人有。自古以来，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龙国地大物博，能人辈出，百家算不得什么。百家如果还算不得什么，那龙国那些个名门世家那还算个啥？就连我们霍家还总是麻烦百爷爷看事情呢。这个小安妮确实与众不同，她到底是个什么来头？小安妮，我和二哥还能一直看到那些东西吗？三哥哥，这个能控制的，你想看到就能看到，你不想看到可以什么都看不到的。冥王亲闺女给开的阴阳眼就是这么收放自如，哎，没办法。1个小时后，四人终于来到了一片废弃的楼盘处，哪怕没看到任何异常，但直觉却提醒着几人，这里绝对有问题。小安妮，为什么二哥哥看不到那些东西啊？因为他们都藏起来了呀。什么？藏起来了？是的呀，就在那边墙壁后面。蛋须哥哥，你没看到吗？活蛋须只能察觉出那边有阴气，但他到底是个人，没有小奶团那种木能穿墙的本事。我被玄学界和家族奉为年轻一辈的天才，不成想跟小奶团比起来，我竟然啥也不是。百蛋须叹了口气，随后从身上拿出几张图，塞给了明觉和明晨哥俩。你们在这里等着，我过去看看。蛋须哥哥，安妮也去。对，我们一起去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那边阴气浓郁，东西应该不少，我自保没问题，但是人太多了，我顾不过来的。那好吧，蛋须哥哥注意安全哦，有我冥王之血在，蛋须哥哥绝对会安然无恙的。小安妮看着百蛋须离开的身影，觉得等待甚是无聊，灵机一动，突然她想到了什么。二哥哥，三哥哥，我们玩游戏吗？在这里玩游戏。是的呀，我们在这边等蛋须哥哥回来，你们不无聊吗？无聊的话，我们玩会儿游戏吧。这个妹妹到底哪里冒出来的？
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啊？那个，小安，你想玩什么游戏？当然是捉迷藏啦！捉迷藏呀，姐姐好喜欢，姐姐能加入吗？不远处，从墙那边忽然传来了一道女声，有种说不出又很怪异的妩媚。好呀好呀，姐姐你快过来。可是你们那边有男生，姐姐害羞呢。可是姐姐，安妮的蛋须哥哥过去了，你那边也有男生了呀。有男人进来了。对呀，安妮刚才亲眼看到蛋须哥哥从你来的方向进去的啊。刹那间，女人娇滴滴的笑了起来，那声音听得霍家哥俩浑身起鸡皮疙瘩，于是快速的将小奶团护在了自己的身后。来吧，姐姐，我们一起玩游戏吧。小安妮带着3个哥哥来到废弃的建筑前，在阴森煞气的笼罩下，一个长相极为甜美的红衣女子竟突然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中。逃跑过程中，3哥霍明晨突然大展神威。2哥哥、3哥哥，姐姐要和我们玩捉迷藏呢，咱们一起过去吧。小安妮，那个女人她好像是个飘啊。走吧，3哥哥，别让姐姐等着急了。好，安妮，乖安妮，考虑一下你3哥哥的小心脏，咱别说了。哦，好的呀。说罢，小奶团果然不再吱声，而是抓住2个哥哥的手，吭哧吭哧的往女飘的方向走去。救命呀！谁能知道我这妹妹小安妮的脑回路呀？今天真是好运气，一下子来了3、4个小傻瓜。小安妮真乖，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吧。你们藏，姐姐我找到一个嘎一个，找到2个嘎一书，好不好呀？好呀好呀，3分钟哦，3分钟没找到的话，安妮也会嘎啦姐姐你哟。好，谁输了就是谁的夜宵。哎呀，晚上我是吃烤串呢，还是吃红烧呢？2哥霍明觉看着长相美艳的红衣女飘，瞬间汗毛竖立，他想拉着弟弟妹妹走人，但小奶团的长相定准，根本拽不动。至于3弟明晨呢？哎呦，这怎么还倒下了一个呢？真是糟糕！不行，我作为2哥，必须要保护弟弟和妹妹的安全，尤其是小安妮，她还太小了，绝不能让她遇到危险。明觉掏出百弹须临走前给他的符，决定先给小安妮用。然而扭头却发现，这小奶团多大啊？不是才3岁半吗？怎么能扛得动3弟的啊？小安妮，你把老3给哥哥我吧。安妮天生神力哦，别说是3哥哥了，就是连带着2哥哥你一起扛也没问题的。2哥哥不用担心我的。我看到你们了哦，小可爱。小安妮，快走！霍明觉大爆发，一把扛起老3，又捞过地上的小奶团，拔足狂奔。哎，行吧，反正也没什么危险，就是兜着食材玩呢。既然2哥哥喜欢，那就让2哥哥多玩会儿吧。眼见快要到大门口，身后追来的女飘竟然近在咫尺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老3霍明晨正好醒来，一睁开眼便与女飘的四目相对，顿时满腔怒火。还有完没完了？真当劳资是被吓大的吗？是个飘就了不起啊，一身阴气跟个烟雾弹似的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已经凉透了是不？红衣女飘在老3的小拳拳下被打得惨叫连连。与此同时，赶来的百弹须一张符纸贴在了女飘的身上，女飘瞬间化为一团飞沙。好宝，咦，他人呢？对啊，明明1秒钟前还在这里的，可能是逃走了吧？明晨，刚才好样的！卧槽！谁啊？是2哥啊！刚才不是还打得挺厉害的吗？2哥，我那可是豁出去了的。不过，那女飘真的逃走了吗？一定是被3哥哥你灭掉了。3哥哥真厉害！我竟然都这么厉害了，连那玩意儿都能打嘎！我明明把符纸贴在了小安妮的身上，怎么会又跑到3弟的背上了？蛋须哥哥，你进那废弃的别墅里，发现了什么吗？我刚一进去，那些东西就突然挣脱了原地束缚，一个个跑得毫无踪影了。总之很是奇怪，我们回去再说。回到伯家老宅后，百弹须从裤兜里拿出来一条女士手链，保护明觉。明觉哥，这个见过吗？见过，1周前大就给我打电话，说表哥张继峰和他女朋友卢兰兰出现了感情问题，卢兰兰跑到郊区废弃别墅那边闹自杀，大就在外边赶不回来，让我过去想办法将人拦下来。所以这条手链是卢兰兰的？对，当时我在她的手上看到过，戴的就是这条，是怎么了吗？手链上原本有很重的阴气，但我捡起来后已经消除了，但凡戴过的人应该都会被这阴气影响。难怪当初我会情绪异常，当初我救下刘兰兰后，卢兰兰回去就把手链给了我，说是张继峰送的东西她都不要，
可之后一连几天我都没找到表哥，于是这手链就在我身上待了3天。说罢，霍明觉的手机突然响起，电话是同桌白景明打来的。明觉，不好了，卢兰兰为你自杀了。啥？卢兰兰为我自杀了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是呀，你上学校论坛看看就知道了。二哥，那个卢兰兰不是你新交的女朋友吗？我什么时候交女朋友了？上周啊，你从郊外回来后跟我说你谈恋爱了。那一周你天天拿着手机和卢兰兰通电话的，你忘了呀？闻言，一旁的百旦须垂眸，视线扫过霍明觉手上的手链。明觉，你被算计了。霍明觉打开学校论坛，果然看到卢兰兰自杀的消息，嘴角不禁扯出了一抹冰冷的笑容。诶，这个女人并不是被我吸掉那个女票呢。张家这是想要利用卢兰兰的死将我拖下水。卢兰兰死了，死无对证。二哥哥死了也是能对的，别忘了安妮可是很厉害的哟。不一会儿，四人来到了一片老旧的小区，正是卢兰兰的住处。安妮困了就睡吧，二哥哥抱着你。二哥哥，安妮不困，安妮只是觉得这周围有些奇怪，一个黑影都没有，干净的有些过分。卢姐姐自杀等同于不尊重生命，在地府是要被判刑的。按理说地府肯定会安排接引官来，但这边却一点地府的讯息都没有，不对劲儿啊！确实奇怪。但须哥哥，哪里奇怪了？你们也可以打开阴阳眼看一下，这附近一尘不染，确实是太干净了。张家知道我们霍家和你们百家关系不错，一定是他们将所有痕迹都处理干净了，包括死去的卢兰兰。二哥哥，安妮知道卢姐姐在哪里了？小安妮知道。在张家别墅里被一个小罐子装起来了。小安妮说的太突然了，但这边确实有问题，而且张家的嫌疑最大。咱们先回百家，等天亮之后我们再去张家。二哥哥，为什么要等到天亮之后呀？因为太晚了，小安妮，你必须要睡觉了。安妮晚上可以不用睡的，安妮白天再睡。咱们快去找卢姐姐吧，卢姐姐被关起来了。小安妮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个是安妮刚才做了个梦到的。小奶团一时语塞，随口扯出一句谎来，大眼睛眨巴眨巴的，开始卖萌。小安妮，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相信小安妮说的。我也信。那我收回刚才的疑问，我也信小安妮。第二天一早，4个孩子还在睡梦中，张家大舅张国栋带着妹妹张冰和张国林来到了霍家，一进门就黑着脸。霍思轩，你就是这么照顾我家小雪的？就是啊，再怎么说，我们家小雪也是为你生了3个儿子，你收养一个毫不相干的孤儿，难道不应该知会一声吗？为什么还要纵着那个孤儿打他？他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？张家人来势汹汹，张冰惨白着脸，格外虚弱，一边落泪，一边温柔而又坚定地维护着霍思轩。大哥、二哥，我是让你们送我回来的，没让你们掺和我家的事。一切都是那个孤儿惹的祸。大哥、二哥，安妮才3岁半，她什么都不懂的，她相信她一定不是故意打我的。思轩，不是我说你，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女儿，你和小雪还年轻，自己生一个不是更好吗？张家的兄妹3人一唱一和，从进霍家门开始就没给霍思轩说话的机会。小雪，难为你们还记得她。你什么意思？难道霍思轩知道张冰假扮他姐姐张雪了吗？不对呀，我的计划绝对天衣无缝，不可能出错的。对呀，霍思轩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小雪就在这里站着呢。就是思轩，你这样说话多伤小雪的心了。霍思轩冷笑一声，随后对罗管家使了一个眼神，罗管家立马会意，令人将霍家庄园所有的大门关上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关门打狗。霍思轩，你说话注意一点，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你大舅哥，是你3个儿子的亲舅舅，还是他们的小姨，对吧？思轩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是你的妻子张雪呀。小冰他3个月前已经车祸走了，难道你忘了吗？霍思轩懒得费时间看他们演戏，随后看向早就等在一旁的助手江林。江林，把东西给他们看看。是。不对呀，我天下请的高人一再保证，绝对不会出问题的啊！今天他是怎么了？难道是听说了什么，故意再诈我们呢？不行，一定要稳住，很快整个霍氏集团就是我们的了。不好，坏爷爷开启了聚阴阵。接上集，为了找到卢兰兰的灵体，小安妮带着哥哥们一路找寻到张家，没成想居然在一个白色的瓷瓶里发现了蛛丝马迹。二哥哥、3哥哥、旦须哥哥，我们去张家找卢姐姐吧。明姐、明晨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不对啊，这2个孩子不是应该在霍氏庄园吗？咱俩儿子带着小兵现在在霍家呢，这俩外甥不在那边，怎么帮小兵说话啊？张老太太一副尖酸刻薄相，有些浑浊的眼睛不住地看向百旦须和小奶团。明姐、明晨，这2人是？
这是百旦穴，这是我和明晨的妹妹小安妮。妹们，这就是你爹收养来，甚至还动手打你们妈妈的孩子，你们居然还认他？明姐明晨，你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懂事了？如果换做以前，或许霍明觉会毫不犹豫相信外婆的话。然而当他知道这一家人丑陋的嘴脸后，那颗心便早已凉透了。外婆，你确定我妈妈现在还活着吗？明觉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你妈妈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呵，还在演，那根本就不是我妈妈，那是小爷，和妈妈长着同一张脸的张斌。霍明姐，你的教养呢？红，你们也配谈教养？二哥哥、三哥哥，卢姐姐在3楼右边最里面的那个房间，一个小瓷瓶子里，我们上去将她带下来吧。你等着，三哥哥去。闻言，张老爷子坐不住了，唰的一下站起身来，就连一旁的张老太太也是一脸慌张。霍明姐，说你没教养，你是连我这个外公都不放在眼里了是吗？老爷爷，你印堂发黑，周身阴气环绕，是大凶之兆呀！臭丫头，你竟然胡说八道！不是胡说哦，是老爷爷你自找的呢。小丫头，我看你是欠教训了，我老太婆今儿个就替你爹好好教育教育你。自从昨日小安妮送了哥哥们一滴冥王血，不小心开启了他们12个小时的阴阳眼后，如今就连二哥霍明觉都看到张老爷子周身环绕的阴气。明晨，你去拿东西。张老爷子一看拦不住，立刻当着面打起了电话，听着电话那头人的吩咐，眼神阴狠地在小奶团3人的身上扫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不好，他似乎在启动什么阵法。刹那间，原本阳光灿烂偌大的别墅，眨眼功夫变得一片阴暗。安妮，你在哪？二哥哥、蛋须哥哥，安妮在这里。老爷爷开启了聚阴阵。是的，小安妮别看，明觉哥，你和小安妮闭上眼睛，转身往正前方跑，切记不要回头。想跑晚了，明姐明晨，不要怪外公，要怪就怪你们为什么姓霍吧。哼，坏爷爷，你休想伤害我的哥哥！小安妮张开小嘴，刚想要饱餐一顿，然而却看到二哥明觉打开了手机的录音功能。啊，看来二哥哥似乎有事情要做，那我还是等等再说吧。外公，你是想趁机要我们的命吗？就像之前害死我们妈妈那样。谁让你们妈妈不听话？堂堂霍家少夫人，居然连娘家都不帮衬，我们要她有什么用？就是越长大胳膊肘越往外拐，以为嫁人有了老公就有依靠了，难道不知道女人最大的依靠是娘家吗？所以我母亲出车祸都是你们故意安排的是吗？谁让她那么不识好歹？霍太太的位置原本就应该是小兵的。看着愤怒至极的二哥明觉，小奶团连忙张开嘴巴，嗷呜嗷呜开吃。没几秒钟，阴气就被小奶团吞噬殆尽，别墅里又恢复了正常光亮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老头子，快给张天师打电话，再给老大和老二打电话，让他们马上回来。此时，三哥明晨抱着一个圆圆的瓷瓶下，老两口想上前抢夺，但却又害怕。殊不知门外，小奶团的父亲霍思轩正往这边赶来。思轩，你怎么来了？爸爸，抱抱。小安妮，这是怎么了？爸爸，安妮困，安妮好想睡觉呀。爸爸知道了，安妮睡吧，有爸爸在呢。霍思轩一边温柔地拍着小奶团的后背，一边看向老三怀里抱着的瓷瓶。这里面是什么？是卢兰兰的魂魄。霍叔叔，这件事蛋须应该能帮得上忙。谢谢你，我们先回家。霍思轩，你给我站住！我们家国栋和国林呢？他们不是应该在你家里吗？他们人呢？他们联合张兵谋财害命，人已经送去该去的地方了。至于你们，叔叔很快会到。霍思轩话音刚落，远处便响起了警笛声，老两口吓得顿时瘫倒在地。怎么会这样？李天师不是说万无一失的吗？请问是张志明和蔡云珠女士吗？你们涉嫌3个月前的一起车祸案，请随我们走一趟。看着曾经2个最信任的人被带走，霍明觉内心五味杂陈，但最终还是迈出了那一步。叔叔，我这里有份证据，能够充分证明张家合伙陷害我的母亲。不，这不可能。明姐，明晨啊，我的乖外孙啊，我们可是你们的外公外婆，你们不能这么狠心。自从张家出事后，霍思轩作为霍家掌权人，整日忙得不可开交，情绪低落的兄弟俩整日在房间里守着小奶团，不知不觉2个人也睡着了。二哥，小安妮呢？刚才不还在床上睡觉呢吗？完了，安妮肯定又跑出去玩了。二哥，这大晚上的，安妮才3岁半啊，她能去哪儿玩呢？
小安妮大半夜赶在郊区废弃别墅和女票玩捉迷藏，你说她大晚上的能去哪玩？二哥，我头皮发麻。正当明觉和明晨俩兄弟急忙下楼找寻失踪的小安妮时，背后突然传来了软乎乎的小奶音。二哥哥、三哥哥，你们要去哪里呀？能带上安妮一起去吗？那个，我们是来找你。是要找我一起玩吗？是还要玩捉迷藏吗？二哥，你快说点啥，想想办法呀。那个，我觉得捉迷藏不好玩。不好玩吗？那二哥哥，什么好玩呢？这个。不然我们打游戏吧。对，打游戏。你们要打游戏，那带我一个。蛋须哥哥，你来啦！小奶团欢喜地抱住百蛋须，发现蛋须身上那种让他打喷嚏的味道没有了，反倒是一股淡淡的竹叶清香。蛋须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是专门来找小安妮玩的，顺便再搞清楚那天小安妮到底是谁，为什么能一口吞下阴森的煞气。蛋须哥哥，你要和我们一起打游戏吗？好呀。有二哥哥和三哥一起陪你玩还不行吗？人多才热闹呀。小安妮说的对，人多热闹。二哥走吧，我让你们见识一下我新入的装备。三哥哥，这个就是你说的游戏呀？怎么样，很酷吧？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打游戏呢？会不会把它打坏了呀？不会的，这些新设备都是顶尖制造，没那么容易坏的，这一点我还是非常有自信的。小安妮从沙发上跳下地来，对着桌子这边看看，那里摸摸，好奇极了。三哥哥，快开始吧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好嘞，二哥、小安妮、蛋须哥，预备，开始！一拳、两拳、三拳，小安妮两眼放光，从来没有玩这么开心过。哈哈，真好玩！阳界果然比冥界好玩多了。等以后回去，我也要教我冥界居民打游戏。小安妮，你这游戏打的是力度太小了吗？碎的不够彻底，可是安妮如果再用力，担心会把墙壁打穿哦，那样就不好了。小安妮呀，这就是你理解的打游戏吗？我刚到的新装备呀。三哥哥，你为啥哭了？安妮是不是又做错事情了呀？那个，这些游戏机本该就是快要报废的了，现在正好小安妮给处理的更好。真的吗？当然，不信你问你三哥明晨。是，二哥说的都对，以后不要再说了。小安妮无意中发现一条五颜六色的线，好奇地抓来打完时，不料软乎乎的小辫子竟然顿时变成了泡面头。爸爸说的果然没错，好看的东西都是有毒的。这就是人间的辣条吗？真好吃。小安妮真厉害，这么辣都能吃得下。我得找个单独的机会，问问小安妮白天在张家吞的那些煞气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小安妮，我来帮你。没事的，安妮自己可以的。小奶团撅着屁股找掉在地上的辣条，软乎乎的小手在沙发下一顿乱摸。这是什么？还是五彩色的呢？真好看。小奶团没见过，伸手就要给拿出来，谁知他用力一拽，一路火花带闪电，小奶团感觉自己瞬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穿透。小安妮，我可是冥府小公主，生来不死之身，这东东竟然能伤我，这不科学。果然长得好看的都是有毒的。小安妮，你还好吗？蛋须哥哥别担心，安妮不会有事的。小安妮的眼皮越来越沉，逐渐失去意识，看着小安妮慢慢闭上了眼睛，三个哥哥彻底慌了。快叫急救车！大，小安妮她触电了。你说什么？小安妮触电了，现在在医院急救。今天会议到此结束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第一次看到咱们铁面冷酷的大 boss 这么慌张。当霍思轩赶到医院时，小安妮已经转到了 VIP 病房，但仍然处于昏迷状态。问清了前因后果后，霍思轩脸色有些发白。小安妮不会有事的，你们也别太自责。如果我不给小安妮吃辣条，辣条就不会掉到地上，小安妮就不会触碰到电线了。这事也怪我，如果不是我喊要一起打游戏，小安妮就不会打饿了找东西吃了。我也有责任。等会儿我再使劲想想。小安妮，小安妮醒了。二哥明觉第一个发现小安妮苏醒，只见小安妮慢慢睁开眼睛，声音非常小，又特别软。爸爸，小安妮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小安妮很好，爸爸、二哥哥、三哥哥和蛋须哥哥别担心，小安妮不会有事的。霍思轩几人并不知道，冥府的生死簿上是不能有小安妮的名字的，哪怕是出现意外，小安妮都不会嘎掉。
爸爸对不起，小安妮让你和哥哥们担心了。小安妮下次再也不碰漂亮的线了。多懂事、多乖巧的小奶团啊！醒来第一件事竟然是安慰我们。霍思轩刚想要说什么，突然看到小奶团像泡面一样炸开锅的头发，顿时嘴角抽了抽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担心小安妮身体不舒服，爸爸有些不放心。因为这个呀，爸爸放心，你看小安妮好得很呢。不过爸爸，那个彩色的线是什么东东呀？那是电线，里面有电，很危险的，小孩子不能触碰，不然就会像小安妮今天这样。霍思轩爱怜地摸着小奶团细软的爆炸头，似乎有种越摸越上瘾的感觉。小安妮，答应爸爸，以后不能再碰电线之类的东西了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小安妮以后绝对远离电线，再也不拔它们了。小安妮，对不起，都是三哥哥没有照顾好你。三哥哥，你这咋又哭了嘞？之前妈妈离开的时候你就哭了，可是如今安妮现在还没走呢，你咋也哭了呀？有道理哦。看着以前性格乖张不羁，而如今却性格柔软的俩儿子，霍思轩心中默默发誓，今后一定要做一个合格的好父亲。天亮后，二哥明觉和三个明晨以及百曼须都要去上学。小安妮被爸爸霍明晨抱着回到了霍家庄园。小安妮，要不爸爸陪你玩篮球？爸爸，小安妮可以晚上再玩吗？不可以哦，小安妮难道想一直长不高吗？爸爸，小安妮长不高，你会嫌弃小安妮吗？怎么会？小安妮是爸爸的女儿，哪有爸爸嫌弃自己女儿的？爸爸最爱小安妮了。爸爸不嫌弃小安妮就行，那小安妮先睡会儿哦，睡醒了再和爸爸玩篮球。好家伙，感情上这小东西在这儿等着我呢。霍思轩将小奶团抱到床上，随后拿起手机给霍氏集团旗下的第一院院长顾七峰打去电话。七峰，3岁半的孩子黑白颠倒，怎么用最快的时间颠倒回来？什么？你真的领养了个小奶团回去吗？快说办法。白天带他出去到处玩，玩累了晚上想黑白颠倒都没精力。3岁半的小奶团，这种方式最好使。关键是小安妮天一亮就犯困，天一黑就特别精神，这会儿叫都叫不醒，我担心影响她的身体健康。不是去了医院吗？难道没检查？检查过了，各项指标都健康的像一头小牛犊子。不，那你趁他现在睡着，带来我这边给我看看吧。检查室里，顾七峰看到小奶团爆炸的小发型，瞬间没忍住再次笑喷。这真是个非常有特色的小奶团，原来思轩你喜欢这样的小棉袄啊。半小时后，霍思轩和顾七峰不得不放弃叫醒小奶团的计划。那就这样扎吧。等等，一定要轻，别吓着小安妮。这还是雷厉风行、冷酷森寒的霍家掌权人吗？对自己亲儿子都没这么温柔过吧？眨眼功夫，顾七峰将从小奶团身上采集到的血拿去做了化验，而从始至终，小奶团的气息毫无波澜，睡的那叫一个安稳。天哪，睡着了都这么萌，要是醒了，绝对萌死个人啊！思轩啊，你说你都已经有3个儿子了，要不这个小奶团给我养着如何？你的院长当得不好吗？不然去南非挖矿吧，我觉得那里可能更适合你。我觉得院长更适合我。那什么，检查单子应该出来了，我去看看去。拿回化验单子后，顾七峰看了不下10遍，从各项指标来看，确实小安妮壮得如同小牛犊子似的。你是不是真的想去挖矿了？我用第一院院长的名义保证，绝对不会看错。霍思轩拦里七峰，抱起熟睡的小安妮正要离开时，小安妮却突然睁开了眼。啊，好熟悉的音气！叔叔，今天晚上不要开车回家哦，不然你会有血光之灾。思轩，你家的小奶团还是个小神棍吗？小安妮就是小安妮，不是什么神棍。不过他说什么你听着就是，还能害了你不成？这个叔叔和爸爸的关系很好，但看他的表情，显然是不信我说的话呢。这要怎么办才好呢？啊，有了！小安妮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不是的，爸爸，小安妮很好哦，只是小安妮能抱一抱那个叔叔吗？小安妮快来，顾叔叔的怀抱随时为你敞开。眼看霍思轩不撒手，顾七峰白了他一眼，直接从霍思轩的怀里把小安妮抢来。小安妮，叔叔叫顾七峰，叫个顾叔叔听听。顾叔叔好，我是小安妮。顾叔叔，小安妮送你一个保平安的礼物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小安妮。抱着软乎乎的小奶团，顾七峰的内心化成一滩水，然而下一秒，小奶团直接在他的脸颊上吧唧了一口。顾叔叔，送了哦，有小安妮的吧唧，顾叔叔就不会被任何东西伤害到了。小安妮，那爸爸的呢？嘿嘿，爸爸，
小安妮也要送你礼物。谢谢小安妮。不，爸爸带小安妮去吃好吃的吧。带我，我也要去。顾院长，409号病房家属来了，说有重要事情找您。